什么苦衷？消灭火的事跟永元有很大的关系。虽然我们不知道神秘人是谁，但他肯定知道全部的真相。我在一个 pub 外面跟他起了小冲突，他报警了。他已经死了。梁文杰，我们怀疑你跟这宗谋杀案有关，想请你回去协助调查。天色向晚，黑夜要浸湿一片荒凉，还在寻找停靠的肩膀，问情是否要永远作伴？云里月光，散发着看不透的光芒，还在梦里想着请召唤，谁的心迷失了方向？喜怒一步一步在回转，心事一串一串看不穿，好想靠近了，却又遥远的渴望。心情一起一伏越迷惘，心声一字一句轻轻唱，任性挣扎，继续探访生命真相。心情一起一伏越迷惘，心声一字一句轻轻唱，任性挣扎，继续探访生命真相。梁文杰，请问昨天晚上11点之后你在哪里？跟谁在一起？做过些什么？昨晚我跟可儿在 pub 喝酒，后来她喝醉了，我要送她回家的时候，她说她忘了拿包包，我就回去 pub 帮她拿。当我出来的时候，我看到上口把她打晕了，我跑了过去，跟上口起了冲突。在混乱中，我拿了一个木条打了她的头一下，我就带着可儿离开。根据法医的验尸报告，丧狗的死亡时间是晚上11点到凌晨1点之间，和你跟他起冲突的时间吻合，而死亡原因是头部被硬物连续击打所造成的。那肯定不是我做的。化验的结果显示，凶器上只有丧狗的血迹和你的指纹。我没有杀她，我真的只是打了她一下而已。如果正如你说的是连续打击而死的话，那肯定不是我做的。你打晕丧狗的时候，有没有看到周边有什么人？那条小巷很偏僻，没有多少人经过，而且可儿已经晕倒了，应该什么都看不到。也就是说，你没有目击证人。Madam，梁文杰的代表律师来了，说要保释他。从表面的证据来看，他就算没有谋杀，也有误杀的嫌疑，所以暂时不能被保释出去。 Yes, Madam。你说你当时候在后巷呕吐，那接着下来发生什么事了？接着，丧狗突然出现，一直纠缠着我，还对我动手动脚，企图非礼我。我拼命的挣扎，可是，在挣扎当中，丧狗突然打了我一巴掌，接着我就晕了过去。那换句话说，就是当时你并没有亲眼看到上狗跟文杰争执过程。没有，在我晕倒之前，我迷迷糊糊中有看到大哥向我这里跑过来，之后的事我就记不起来了。过后是大哥把我叫醒的，醒来之后，丧狗就已经躺在地上了。警官，我大哥是因为要救我才会出手打人的，他真的没有杀人，他只是把对方打晕而已。你怎能这么确定呢？你不是说当时你已经晕倒了吗？
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是谁干的？我们还在调查。不过我倒想问问你们，仇家不少吧？会是谁干的？上狗是我兄弟，我最清楚他为人了，一定是有人先挑衅他的。冷静点。我跟你说，上狗跟了我那么久，我是不会让他死的不明不白的。您放心，我们一定会找到凶手的。那就好。我的耐性可不是那么好，如果你们找不到凶手的话，我是不会袖手旁观的。我警告你，不要乱来。看来他们是准备自己找出凶手报仇了。妈，这么晚了，怎么不睡啊？我眼皮一直在跳。李哥出事了，你叫我怎么睡得着？妈，你放心吧，安妮他们一定会找到证据，证明哥是无辜的。我们家里真是流年不利，好多的，怎么会惹上官非呢？要是你哥被判杀人罪，你说那该怎么办啊？怎么办啊？妈，你不要这样。如果你为了这件事生病的话，哥会很担心的。而且我相信法律是公正的，哥是无辜的，他一定会没事。老天爷，你要保佑文杰他平安无事，平安的回来啊！老天爷。妈怎么没来？她没事吧？他身体有点不舒服，在家里休息。我叫他下次才来看你。我出去之前，麻烦你照顾她了。我会的。雪芝，你相信我吗？我当然相信你。我是有打伤狗，可是我真的只打了他一次，而不像他们所说的连续重击而死。我相信你，阿妮一定会查清楚，还你一个公道。有什么我能帮到你的吗？你帮我好好照顾妈，还有照顾好你自己，就是帮我最大的忙了。现在表面的证据都对文杰很不利，除非我们能找到证人，要不然很难证明他是清白的。不是我不好，为什么要喝那么多酒？要是当时我清醒一点，没有晕倒的话，就能够看到当时的情况，也能证明大哥是无辜的。文杰说他没有杀人，我们一定要相信他的。如果真的是我害了大哥坐牢，这辈子都不会原谅我自己。单靠相信是没有用的，我们必须掌握更有力的证据。永言，你有什么看法？我也很想相信文杰，可是当天晚上他的确是喝了酒，酒精是会影响一个人的判断能力，甚至会做出一些失去理智的行为。但是他再怎么失去理智，也不会去杀人的。那我问你，如果这个人不是文杰，是一个你完全不认识的人，你还会这么强烈的认为这个人是无辜的吗？你这个问题不能这么问啊！其他人我不了解，但是我了解文杰，他是不会做出这种事的。根据法医报告，上狗是被一根木条连续重击而死，凶器上的指纹也是属于文杰的，这些表面证据已经非常的清楚。文杰说他只是打了上狗一下，可是没有人可以证明他这个说法。你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我只是就事论事，别忘了，你手上所有的证据都是对他非常不利的。这么说，没有证人就没有办法证明他是清白的吗？
们查到上狗好赌又喜欢嫖妓，有一次赌输了，连嫖妓的钱都付不出，还差点要上警局。他既然这么爱赌，肯定欠了不少债。查到他的债主是谁吗？他通常习惯去同一家网咖赌钱，在那里有一个放高利贷的叫阿龙豪，他前后借了上狗差不多10几万了。嗯。警察，阿龙豪在吗？他在最后一张桌子。你最好跟他讲清楚，叫他尽快还钱，不让我遇到他，把他手脚也砍断，听清楚没有？什么事情啊，警官？阿龙豪是吧？照片上的人你认得吗？不认得。想耍花样是吧？那是不是要请你回警局慢慢聊啊？好，我说，我只是借过钱给他，跟他没有联系的。他做什么东西，与我无关。他欠你很多钱吗？10多万。我上次见面的时候，他已经把所有债务都还清了。对不起，警官，我也是，我先走。Madam， 阿龙豪看起来有点奇怪。上次打你是我不对，跟你道歉。这种小事我早就已经忘记了。老爸得了老人痴呆症的事，我已经知道了。我不是故意要隐瞒你的。你放心，我没有怪你。我知道是老爸不想让我懂。对了，笑面虎的事情我已经跟对方谈妥了，他们以后再也不会找老爸的麻烦。上狗被人杀了，你知道吗？被人杀了？我不知道哎。喂，你该不会怀疑是我干的吧？我又没说是你，你紧张什么？我怕你误会我啊。啊，你已经捉到那个嫌疑犯了。那就好，免得我又被人家误会了。哥，以后有什么事情要找我帮忙，尽管说。就算要我上刀山下油锅，我一定会尽我所能来帮你。嗯。发什么神经啊？干嘛这么老土？这是兄弟的话，你不会懂的啊。不过以后发生什么事，我一定会站你这边的。婆婆，什么事？请问你是不是每天都在这里煎水罐啊？是啊，怎么了？那你有没有看过照片里面这个人？有什么进展？还没有什么新的发现，除了阿龙豪之外，现在我们在查上狗有没有跟其他人结怨。这件事拖得越久，对文杰一点好处也没有。我知道，但现在完全没有。Madam， 可儿带了一位老人家来警局，说是案发当晚的目击证人。请问您叫什么名字？今年几岁？你不用紧张，你只需要跟我们说你的名字还有年龄就行了，我们只是做个记录。我叫张青，今年70岁。好，请你把当天晚上看到的跟我们说一遍。我平时呢就在那附近捡东西，那边的塑胶瓶和玻璃瓶很多。那天晚上我正经过那个巷口，我听见有人在吵架，我就好奇走上去看看，结果我看到2个男人在吵架，其中一个男人拿起了木棍，打另外一个男人。然后呢？被打那个男人他就晕倒了，另一个男人叫醒躺在地上那个女人，走向我这边了。
我害怕，我怕惹祸，我赶快离开咯。你说你看到其中一个男人拿一条棍打另外一个男人，你记得他打了几下吗？1下。你确定？啊，确定1下。好，那你可以告诉我是谁打谁吗？那天晚上已经是深夜了，我的眼睛又不太好，我看不清楚。完全没有看清楚样子。不清楚，不清楚。谢谢你的配合。如果有需要的话，可能还要麻烦你回来警局协助调查。哦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婆婆，你有没有把那天看到的情况全都告诉警官？有啊有啊，我全部告诉他们了。那就好。安妮姐，现在有婆婆做证人，大哥是不是很快就可以被放出来了？这位老人家的口供的确很有力，不过按照程序，我们需要一点时间处理。那好，那如果有消息，你一定要第一时间通知我。先回去吧啊。嗯，拜拜。婆婆，我送你出去。好，谢谢。现在终于有对梁文杰有利的证人了。我们需要查一下这个老人家的背景。你不相信他的供词？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我们问他问题的时候，他回答的这么流利，好像在背稿一样。嗯，明白。爸妈，我回来了。回来啦，快点过来吃饭。其实伯父伯母是希望你能回家陪他们一起吃顿饭。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伯母告诉我今天是你的农历生日，要我过来陪你们一起吃顿饭。他还说你喜欢吃鱼，所以我特地下厨蒸了一条你喜欢吃的清蒸非洲鱼。你不是一直嫌弃你妈真的有腥味吗？有人说啊，她蒸的鱼绝对没有腥味，包你吃得开心。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说啊？早说就没有惊喜了。真的很惊喜哦！哎，是不是？别这么多。这一条鱼啊，一定很好吃。多吃点。谢谢谢谢。伯父。嗯，你说的没错，一点腥味也没有。真的吗？你试试看。永元真的很难得啊，一个男孩子竟然有那么好的厨艺，不像安妮长那么大了，连切菜也不会。还不是你宠出来的。其实我之前曾经在外国留学，所以才学会烹饪。你们也知道的，在外国的消费特别的高，如果不自己去超市买一些食材回来煮的话，我想每个月的花费都会让我吃不消。原来你在国外留过学啊？那你读哪一科啊？我读心理学。那你父母呢？你父母是做什么的？其实我是养子，我养父是洪立达。洪立达，就是那个洪老大。是的，不过他已经金盆洗手。吃饭吃饭。吃了吃了吃了。今天我的表现如何？不错啊。那不错，不错是指几分呢？50分。看我爸妈对你的蒸鱼赞不绝口，我看你至少也有80分。80分，这么高？那我就放心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我还是挺担心你父母会介意我是洪老大的养子。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想，我等一下回去有机会再跟他们谈吧。其实之前你跟文杰的关系这么要好，我想他们可能没那么容易接受我。我已经跟我父母说得很清楚了，我跟文杰已经分手了，不用担心。谢谢。对了，你上次不是说过找到一个目击证人，证明文杰不是凶手吗？目击证人是有了，但是那个拾荒老人的口供很可疑，我们还需要仔细的调查才行。
希望这个老人可以帮得上忙，让这件事情早点水落石出。有人在吗？张婆婆在家吗？张婆婆，哎，你们在找谁呀？我们在找住在这里的张青。是啊，他是住在这里啊。他是不是一个人住啊？他在这里住了好几年，都是一个人。你知道他是做什么工作的吗？我知道他时常出去捡一些塑胶品和纸皮，再拿去卖。哎，其实他也很可怜的。我看你好像跟他很熟啊，你们是什么关系啊？哎呀，我们是老邻居嘛，在这里都住了好几年。哦，那怎么称呼你呢？叫我黄婆婆好了。黄婆婆，黄婆婆，你会不会记得上个星期六晚上他有没有在家？上个星期六嘛，我肯定他在家。那天刚巧我过去看他，还没有吃饭，我就特地去打包饭给他吃。到了晚上，一整晚都听到他咳嗽的声音，我确定他一定在家，没有出去。谢谢你。真的，哎呀，太好了！那文杰应该很快被放出来了。是啊，现在有婆婆作证，证明大哥是无辜的，大哥一定很快就会被放出来了。哎呀，那看来啊，我到庙里去拜拜还神了。哎呀，感谢神明保佑啊，保佑我的儿子快点放出来，逃过这一次的无妄之灾啊！感谢感谢。哎，慧心啊，我们到里面准备一会儿去拜拜了啊！来来。可儿，大嫂。你刚才打电话说要急着见我，到底什么事啊？我问你，你是在哪里找到那个拾荒老人的？哦，就是之前在案发现场附近，我看到一个老人在捡水罐，就上前去问他。真的？嗯，你没有说谎。可儿，你是不是给了那个老人家一笔钱，要他帮你做假口供？我没有。你不要再说谎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已经调查过了，他也已经承认拿了你的钱。怎么可以说话不算数？可儿，你怎么可以这么做呢？你怎么可以拿钱叫人家帮你做假口供？你知道这是犯法的吗？后果很严重的。大哥也是因为救我才会出事的，所以无论如何，我一定想办法帮他。除了这么做，我真的想不到其他办法了。我知道你很想帮文杰，我也很想帮他，真的。但是，你这么做，我现在知道了之后，我不能不秉公处理，你明白吗？安妮，你来啦！可儿告诉我说啊，他说找到证人了，证明文杰是无辜的。哎呀，太好了！哥几时可以出来？伯母啊，那个证人是可儿出钱要他做假口供的，所以不成立。哎呀，证人是假的，那怎么办呢？哎呀，安妮啊，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？就当做是这件事情你什么都不知情，然后让那个老人的口供成立，这样呢，文杰就可以脱罪了啊，好不好？伯母，不是我不想帮你，但是我是个执法人员，照情照理我不可以知情不报的。为什么不可以呢？哎呀，不管怎么说，文杰他以前也是你男朋友啊。那就说你不可以看在过去的情谊上帮他这个忙吗？不要追究这件事情，让他平安出来啊！伯母，你不要激动，你先听我说，这件事我不能够答应你。我知道你很担心他，我也很担心文杰，我也很想帮他。这样吧，我唯一能答应你的就是，我一定会想办法。哎，算了，不用说了，妈。对不起，我代可儿向你道歉。我不怪他，我能了解他想救你的心情。真的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吗？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会找出证据。我记得永年曾经说过，我们可以透过催眠来唤醒潜意识中的记忆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？你想要他催眠你？也许有一些细节我因为喝了酒而遗漏了，或许我们可以通过催眠来找到一些可以证明我清白的证据呢。 OK， 我帮你联络他。
今天这么好，陪老爸吃饭了啊？今天刚好有空，我就陪你吃饭了哦。爸，你精神看起来越来越好了。当然了。那你有没有兴趣想要看看你儿子的女朋友？哦，你有女朋友了？不是我，是哥的。你哥又交了新的女朋友了？就安妮啊，你忘了？如果是他的话，就免谈。还有爸，你不要对他有偏见嘛。其实他的人算挺不错的，我们要相信哥的眼光。你哥交到这种女朋友，相信他的眼光也好不到哪里去。爸，你也知道，自从哥的未婚妻过世之后，他就一直在逃避，不肯谈感情的事。如今他难得可以放下了，我们应该要支持他，不是吗？再说，我们亏欠哥太多了。我看得出哥真的喜欢安妮，你就让他们在一起吧，当做是对哥的补偿。什么？你跟他说了？爸，我没有，你放心，我没有把哥的身世给说出去。我只是觉得，最重要的是，你要接受他所喜欢的一切。Come in。哎，哇，郭大医生，你怎么那么有空来找我啊？我过来找你吃饭了。我知道这个时间点你肯定还没吃饭，过了2点你就干脆不吃，对不对？还真了解我啊。那当然。其实我过来是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啊？我爸不反对我们2个交往了，而且他还想邀请你一起回家吃饭。他怎么会突然改变想法啊？不管怎么样，这是件好事。走吧。跟你爸吃饭的事，我们下次再说吧。其实你今天来正好，我想请你帮个忙。什么事？你可不可以催眠文杰？放轻松，太紧张的话很难进入催眠的。我要你随着珠子的声音，放松心情，调整你的呼吸，然后你就可以慢慢的闭上你的眼睛。你现在想象，在你眼前有一个柜子，你慢慢的伸手去打开那个柜子，柜子里面装着你当天晚上案发的记忆。你现在慢慢的走进柜子里。回到当天晚上。快！儿。文杰，文杰，你看到什么了？我好像真的错手杀了丧狗。Madam，这是你要的报告书，所有的资料重新整理过，都在这里。谢谢。 Madam， 根据我们查到的，不用了，你们先出去吧，我自己看就行了。Madam， 现在已经午餐时间了，不如去吃个饭，回来再看吧。我现在没有心情吃饭了，我不相信文杰杀人，我们一定是遗漏了什么。我要抓紧时间，看看能不能够找到对文杰有利的证据。你们去吃饭吧，啊。 Madam， 能做的事情我们都已经努力做到了。你看，按照程序，我们是不是应该怎么样？控告文杰杀人吗？ Madam，
我们都不愿意相信文杰会做这样的事情。可是所有的证据都对他不利，到时就算不是谋杀，他也会被判误杀的。这点我看你应该很清楚的。先喝杯水吧。谢谢。我待会煮牛排给你吃，好不好？别再为文杰的事情烦了。你现在该好好的放松休息一下。我问你啊，一个人在潜意识看到的东西，就一定是事实吗？还是有可能是幻想出来的？在医学的角度上来说，这个可能性很低，因为潜意识一直是人类暂时无法控制的领域。当然，不排除一些精神异常的人，以为做过一些自己没做过的事情，比如说有被害妄想症的人。但重要的是，文杰并不是精神病患，所以这一点并不能套在他身上。但是我还是不能接受文杰会因为一时冲动而去杀人。我们也不希望这件事发生，但如果是事实，我们都得接受。好了，别想那么多了，你先在这里好好休息一下，我先去厨房准备。怎么了？我想吃意大利面。好，你想吃什么我就煮什么 ，OK？ Thank you。永言，她是谁啊？是不是你以前的女朋友？她叫琳达。对不起，我有时想起，心里面还是很难受。不过你可以放心，我现在已经放下了，因为有你在我身边，我就已经很满足了。我帮你吧。琳达，你骗我！你答应过我的事，给过我的承诺，难道你都忘了吗？我没有忘记你，琳达。那你为什么对别的女人那么好？相信我做的任何事情都有我的理由，在我心里面，永远只有你一个。再也不会相信你了。琳达，琳达，琳达，琳达。你不要这样，安妮可还有我都在努力，事情还没有到最后一刻，你不要放弃，知道吗？如果我真的杀人的话，我就应该受到法律的处分。我坐牢之后，你要好好帮我照顾妈。
我相信你没有杀人，你不会有事的。你别担心我。你的头还会疼吗？有没有按时吃药？那最重要的是，你要好好照顾你身体，知道吗？我可以进来吗？啊，雪芝，进来啊，进来。你找我什么事啊？我想到一个办法，可能可以找出杀死丧狗的凶手，可是我需要你的帮忙。什么办法？你也知道，有时候我可以看到一些画面，所以我想。这是不符合规矩的。我知道，谢谢你。你怎么了？不舒服？吃药。你放心，我没事的，我可以。如果你不行的话，就马上停止。你有没有看到什么？我还是看不到。我看我们不要再继续了，你流鼻血了。不行，我一定要救文杰。走吧。雪芝，喂！起来，没事吧？来，走。别跑！喂！哦。哦。是你。雪芝，我看到了。你看到什么？我看到凶手。凶手是谁啊？凶手是雪芝。赢了，赢了！阿龙好，不好意思扫你的兴啊。警官，怎么又是你啊？关于丧狗的命案，需要你回警局协助我们调查。我不是说过，他死与我无关吗？我跟他不熟。我们不会随便冤枉好人的，请你现在跟我们回警局。追！阿龙好，有什么事情你跟我们讲清楚，别跑，你站住！阿龙好，你别乱来！你想干什么？你们不要过来，再过来我就跳下去。一个男子汉跳什么楼啊？我没杀人，我没杀伤狗。
没杀他，为什么你要跑？我不想杀他的，我没办法，我是被逼的。我可以帮你向法官求情的。你说真的吗？真的，你相信我，我会帮你的。只要你肯认错，法官是会轻判的，真的。来，过来。你下来吧。过来啊！来，我会帮你。阿龙豪，你干什么？阿龙豪，你干什么？阿龙豪，你干什么？我下去看一下。你可以走了。哎，文杰，哎，真的要谢谢你啊！要不是你的帮忙，我也不会洗脱罪名。你真正要谢的人是雪芝，他用预知能力帮忙破案，而且什么？而且他为了帮你旧病复发，现在躺在医院里，医生说他恢复的机会很渺茫。你为什么这么傻？为了我牺牲你自己？你一定要赶快好起来，要不然我永远也不会原谅我自己的。你知道吗？这段日子跟你一起相处，我非常非常的开心。所以你千万不要丢下我不管，赶快醒过来，我还有很多话要跟你说的。如果雪芝知道你的心意，她一定会很感动的。这些话我从来就没有对她说过，因为我一直都以为以后会有很多机会，没想到我真的不想失去她。老天爷不会这么忍心就这样把他带走的。坚强一点，他醒过来不想看到你这样。你醒了，我没事了。我没事了，谢谢你。你醒了，我去叫医生。别走。我昏迷的时候，感觉轻飘飘的，好像要飘到另外一个地方。可是我突然听到你的声音，听到你在叫我的名字，我舍不得走。我也舍不得你，你千万不可以有事，知道吗？雪芝，雪芝，雪芝，你不要吓我，雪芝。黑夜要浸湿一片荒凉，还在寻找停靠的肩膀，问情是否要永远作伴？云里月光，散发着看不透的光芒，还在梦里想着请召唤，谁的心迷失了方向？一路一步一步在回转，
了。